继续关注俄乌战事。俄军目前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打击乌军设施和装备，而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3个方向击退俄军攻势。俄乌冲突持续半年，双方陷入僵持，战局焦灼，和谈难以提上日程。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宣布扩军计划，将俄武装力量编制增加13.7万人，俄军总人数将超过115万人，这也是10年来俄罗斯最大规模一次扩军。普京为何此时宣布扩军？扩军之举又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呢？来看看详细分析。俄国防部周日发布的最新战报称，俄军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打击乌军事设施和装备。俄国防部称，由于俄军和顿涅茨克武装在顿涅茨克方向的进攻，乌克兰第241国土防卫旅第204营在阿尔乔姆夫斯克的损失超过了60%。俄军精确打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斯拉维扬斯克的乌军预备役训练中心，100多名在训练人员被歼灭。俄军还继续打击负责为乌军生产和维护军备的国防工业设施。俄空天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市的马达西奇工厂生产车间，当时乌空军的直升机正在此处进行维修。同一天，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发布公告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巴赫穆特和阿夫杰耶夫卡3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普京上周4签署总统令，俄武装力量从明年1月1号起将增加军人编制13.7万人，届时俄军人编制从此前的101万增长到115万，包含边防军等其他部门的俄罗斯武装力量总人数也从190万升至203万。新编制将于2023年1月1号生效。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了半年后，这次扩军被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是俄军为战事中的巨大损失采取的补充措施。俄方曾表示，只有合同兵才能参加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在2月24号俄乌军事冲突前，俄军有超40万名合同兵，包括约14.7万地面部队。俄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科罗琴科认为，俄罗斯必须为武装力量增加50万人。纽约时报称，这是在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制定计划时所做的事情。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在欧洲正式开启了对俄军备竞赛，特别是马德里峰会上，北约提出要在欧建30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同时要求所有成员国将军费提升至本国 GDP 的2%。目前，北约成员国军费总和已接近1.3万亿美元，还准备吸纳2个新成员国瑞典和芬兰。相对于仍在扩容的北约来说，俄罗斯当前的军事设备及军人数量显然面临压力和挑战，因此俄必须做出反应调整部署，加速国防现代化，扩充军队人数，应对来自北约的新挑战。俄罗斯认为要打一场长期的这个消耗战吧，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决定战场胜负的，用此来拖垮这个乌克兰以及背后西方所谓支持的意志。因为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西方这个背后的支持是有很多短板的无论是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粮食还有就是民粹主义所以实际上是摆出这样一个架势出来的。当然传统的打法，俄罗斯这种战争的方式是也需要这个兵员的补充。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军队继承的武装力量总人数约280万人。1992年到1999年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过6轮较大规模裁军，将俄军兵力缩减到120万人规模。2000年，普京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开启新一轮强军计划。但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后，裁军再次被提上日程。2008年到2012年间，俄军进行了最近一次大规模裁军。裁军后，俄军兵力保持在100万人规模。然而，自2014年顿巴斯战争爆发以来，停止裁军，开始小规模扩军，成为了俄罗斯军改的新趋势。这次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入俄后，普京首次正式扩军，也是10年来俄罗斯最大规模的扩军。俄军事专家还分析认为，这也不会是俄罗斯的最后一次扩军。鉴于目前不断变化的形势，俄罗斯合同制军人的数量至少应增加到120万人，